大家好，我是明德君。我的频道是通过传统文化帮助我们蜕变成为更好的自己，循道而行，返璞归真，再探庄子秋水中的智慧。在庄子秋水的奇妙篇章里，北海若与河伯的对话如同一座思想的宝库，为我们揭示了宇宙与人生的诸多奥秘。上次我们随着他们的探讨，领略了大小之变、贵贱之分的深刻内涵。今日让我们继续深入其中，探寻河伯心中最迫切的疑问，以及北海若那充满智慧的解答。河伯满怀困惑地问道：然则我何为乎？何不为乎？无辞受去舍，无终奈何。这一连串的追问，道出了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面临的迷茫。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，我们究竟该如何抉择？何时该推辞？何时要接纳？哪些事情值得追求？哪些又可以舍弃？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则标准来指引我们的行动？北海若以其深邃的智慧，从道的宏大视角为河伯解惑，以道贯之，何贵何贱，是谓繁衍，无拘而治，与道大简。在大道的广袤视野下，世间的贵贱之分并非绝对，而是如同循环往复的潮水，相互转化。我们不应让自己的心智被世俗的观念所束缚，否则就会与大道背道而驰。同样，何少何多，是为谢师，无因而行，与道参差，多与少也不过是新陈代谢般交替出现。做事若偏执于一己之见，便难以合乎大道。北海若进一步阐述，为人应言乎若国之有君，其无私德，像国君对待人民一样端庄威严，且毫无偏私。遥遥乎若祭之有社，其无私服，如同接受祭祀的土地神，悠游自得而不偏袒。泛泛乎其若，四方之无穷，其无所枕喻，宽广无边，不人为设立界限，将自己局限于狭隘的框框之中。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，万物一齐，孰短孰长，宇宙万物本是浑同其一的，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。道无终始，物有死生，不是其成。大道永恒，而万物有生有死，一时的成功也不足为事，一虚一满，不谓乎其形。世界时刻处于变化之中，万物的形态从不固定，年不可举，时不可止，消息盈虚，终则有始。岁月不停流转，万物的消退生长、充实空虚，都在周而复始的循环。明白了这些，我们才能谈论大道的准则，评说万物的道理。庄子在这一段所表达的思想，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“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”的观点不谋而合，都深刻揭示了世界永恒运动、变化不息的本质。在这永恒的变化面前，我们所追求的富贵寿喜、德行、操守，在浩瀚宇宙中不过是沧海一粟，贵与贱、多与少皆可转换，我们又何必执着于一端而轻视另一端呢？就如同丑小鸭与白天鹅，本质相同，只是所处阶段和表现形式不同，我们不应厚此薄彼。庄子在大宗师中也提到，与其欲摇而非桀，不如两忘而化其道。从大道的角度看，贤君尧与暴君桀并非绝对对立，他们也可以相互转化。历史上隋炀帝唐玄宗的人生轨迹便是如此，前半生的英明与后半生的昏庸，不过是一个人在性格方面的来回转变，又何必非要分出高下优劣呢？基于此，庄子说：鱼相忘乎江湖，人相忘乎道术。当人参悟大道，便会忘却高低贵贱、富贫夭寿的差异。在万物变化的洪流中，我们无需追逐某一个瞬间，更不必妄图改变时间和现实。潮涨潮落，花开花谢，皆是自然的美好景致，我们只需静观其变，享受造物者之无尽藏也。这便是生活赐予我们最珍贵的财富。此外，北海若还着重强调了平等待人的道理。既然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和万物的变化，就应把握当下，以宽容和谐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一切事物和亲友，以道观之，何贵何贱，世间本无贵贱之分，我们又何必用有色眼镜去看待他人呢？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，他对待学生一视同仁，无论其出身贵贱贫富，只要学生有上进之心，他都热心教导。贵族出身的南宫敬叔、司马牛，贫家寒门的子张子夏曾参，甚至如一箪食、一瓢饮的颜渊，都能得到孔子的悉心教诲。我们也应如此，以一颗宽仁之心对待身边的人。与人为善，应成为我们的本能，而非人性的奢望。河伯接着又问：然则何贵于道邪？既然世间万物皆在变化，那为何还要如此看重大道呢？北海若回答：知道者必达于理，达于理者必明于权，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。懂得大道的人通达事理，明白应变不会因外物而损伤自己。智德者，火弗能热，水弗能溺，寒暑弗能害禽兽，弗能贼。合乎大道之人，能明察安危，看透祸福转化，谨慎对待，进退去留，
故而外物难以伤害他们。天在内，人在外，德在乎天。天然蕴含于人的内在，人为显露于外在。高尚的修养顺应自然，懂得自然和人类活动的变化，以顺应自然为根本，处于自得之境，进退屈身自如，便能返回大道的关键之处，谈论大道的极致。当河伯追问何谓天，何谓人时，北海若解释道：牛马四足是为天，落马首穿牛鼻是为人。牛马天生有四足，这是天然，而用马络套住马头，用牛鼻挽穿过牛鼻，这便是人为。因此，无以人灭天，无以故灭命，无以得训民。谨守而勿失，使未反其真。我们不应用人为去毁灭天然，不要用刻意的作为去破坏自然的秉性，也不要为了虚名而耗尽心力。唯有谨慎持守自然秉性，不丧失本真，才能返归生命的本真状态。庄子在此再次强调了通达至理之人的特质，即不为外物所伤。这一观点在大宗师中描绘真人时也曾提及。这样的人之所以能如此，是因为他们持守大道，顺应自然，趋利避害，对一切事物都能详察安危，并且不会为了利益和虚名而冒险行事。人常常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遭遇不测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便是生动的写照。庄子告诫我们，不要过度追求身外之物，这样才能保全自身，远离祸患。这与孟子“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”的观点不谋而合。真正有德行的人，不会让自己置身于危险的境地，因为他们深知这样做不仅无法获得利益，反而可能搭上性命。历史上众多因利益争斗、权力斗争而导致的悲剧，如七国之乱、八王之乱、靖难之役等，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。我们切不可让利益蒙蔽双眼。正如托尔斯泰所说，没有钱是悲哀的事，但是金钱过剩则倍过悲哀。从北海若与河伯的对话中，我们汲取到了丰富的人生智慧。在这瞬息万变的世界里，我们应顺应自然，不执着于贵贱多寡，以平和的心态看待万物的变化，秉持平等待人的原则，与人为善，坚守大道，不被利益和虚名所诱惑，谨慎持守本真，如此方能在人生的旅途中找到内心的宁静与安宁，实现生命的真正价值。让我们通过传统文化帮助我们蜕变成为更好的自己。